老太太瞪眼说她怎么奶奶还使不动你了。战一阳看向几位老前辈，老前辈们一个都不吭声，半点也不怪他奶奶多管闲事乱安排。被奶奶瞪着，战一阳只能无奈地重新坐下来，说道：使得动，使得动。那我在这里等着萌宝小姐回来，我再送她去酒店。真是的，见到一个年轻的女性，奶奶都要乱点鸳鸯。萌宝衣着朴素是朴素，但她气质很好，家庭应该不会差，至少都是小康家庭。奶奶第一次见她，都不了解她的家庭情况，就想点鸳鸯了吗？奶奶明知道她喜欢的是狐狸，连杜雨萌她都不喜欢，会喜欢萌宝。萌宝跟杜雨萌又是完全两种性格，更为活泼些，但还是比不过她的狐狸。哎，狐狸呀，狐狸，我就那么差劲吗？你连姓名都不肯让我知道。也有可能是她想多了吧。奶奶都说了，不管她的感情事，由着她自己选择。战一阳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他挨到了大哥的身边去，碰了碰大哥，小声抱怨：大哥也不帮我解解围，奶奶现在看我不顺眼。战印低沉的道：你不送让我送吗？战一阳：商家有司机，让司机送也可以的，或者帮他叫辆车。萌宝小姐是住在管城大酒店，你是要回去的，顺路送送她，帮她办好住店手续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奶奶要请老前辈们去我们家里做客，她也算是我们家的贵客。你这是招待贵客，想到哪里去了？战一阳一噎，又没有人明着说奶奶是想设合他和萌宝，不过是让他送一送萌宝，是他过于敏感了。战一阳小声嘀咕着什么，战印都没有听清楚他的嘀咕。战印看着这个弟弟不服气的样子，在心里同情这个笨蛋。萌宝，萌宝就是名字里有个萌字。奶奶有意安排老四送萌宝去酒店，老四都没有想到杜雨萌的身上。其实战印也不敢肯定萌宝和杜雨萌是同一个人，只是奶奶忽然这样安排，就让他想多了，怀疑萌宝就是杜雨萌，而杜雨萌已经离开了管城。或许这就是战一阳没有将萌宝和杜雨萌重叠到一起吧。萌宝和杜雨萌也不像，战印猜测杜雨萌可能会易容，或者是戴着精致的人皮面具，所以老是变脸，以不同的身份出现。老四真正爱上的则是杜雨萌的另一个身份。从狐狸的绰号来看，就知道这个人变化多端。老四还是嫩了点儿，奶奶的安排隐藏着暗示，他都没有明白过来，活该他被杜雨萌耍得团团转。奶奶现在安排老四送萌宝去住酒店，其实也是在给老四一个机会，可惜这傻瓜就是榆木脑袋。哎，仇人呀！2个小时后，战一阳开着车载着萌宝出了商家别墅。萌宝靠着椅子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刷着视频，时不时会因为视频的内容在笑。战一阳看了他好几次，不过不说话，心里腹诽着，笑得像个傻子。银狐爷爷怎么会收他做徒弟？看起来也不出色呀，除了容颜出色。几位老前辈的本事，战一阳没有见识过，只听说过他们的传说。奶奶说他们很厉害，他们的徒弟也很厉害。战一阳见过程医生，程医生很厉害，他认可二嫂的眼睛就是程医生治好的。萌宝擅长什么？战四少，你送我到外面就可以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我也不住管城大酒店，你们管城大酒店挺贵的，一晚上得过千呢，我最近没事做，没钱住不起那么贵的酒店。萌宝刷着视频的同时也和战一阳说话，战一阳很乐意，不过奶奶交代他做的事，他不能不做，便说道：奶奶让我送你到管城大酒店，帮你办理入住手续，不用你出钱，我出了。你是我们家贵客，哪能让贵客出钱？战奶奶又没有千里眼、顺风耳，看不到的，也听不到咱们俩的对话。萌宝说道：我知道你不乐意送我，我向来不喜欢勉强人，
碍于长辈们的安排，我才坐你的车，主要是这里不好打车，外面的车子很难进来吧？这处别墅区很高档，安全级别也高，否则商家不会在这里安家，出租车估计不允许进来，所以他不好打车，才会坐了战一阳的车子出去。这家伙不乐意送他，他能看出来。没有的是，我奶奶安排我送蒙宝小姐，我答应了就要做到。战一阳极力否认自己的不乐意。蒙宝小姐从事哪方面的行业，在哪里高就？战一阳转移了话题。蒙宝答道：我说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，只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你信吗？不信，老前辈都是德高望重的人，你是银狐爷爷的高徒，怎么可能做些偷鸡摸狗的事？蒙宝笑了笑，我师父是教不出偷鸡摸狗的徒弟，不过神偷师傅可以啊。我4岁就跟着师父生活，出师后才回到家人身边的。我师父和神偷还有神医他们关系要好，你也看到的，几个老头子好的能共穿一条裤子，他们关系铁，虽说各自有徒弟，也会指点我们一二，我们个个都学得很杂的。除了神医的本事，我们学不了多少，其他人的本事，我们都学得七七八八的。出来闯荡，我不说我的师傅是银狐，别人都想不到，主要是他学得太复杂了，也就是神医的本事，他不感兴趣。医读太难学了，混了10几20年的，医理方面他也就略懂皮毛，完全无法和玲姐相比。我最喜欢神偷老头子了，他顺手牵羊的本事好得很，只要他看上的，他想要就能顺过来，还是神不知鬼不觉的。我倒没有那等本事，若是想顺点什么东西也能顺一顺，不过他原生家庭的教养不允许他干出偷鸡摸狗的事情，父母丢不起那个脸。在师傅他们那里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自由自在的。伤天害理的事最好别做，神算老头子说会有报应的，但在原生家庭里，他需要考虑很多。首先就不能坏了家里的名声，不能丢了父母的脸。战一阳偏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专制地开着车，笑道：以前神偷是劫富济贫，现在的偷是犯法，被抓到就是盗窃罪，要坐牢的。以前也是犯法，只是以前还乱着，抓不到他们而已。现在到处都是监控，只要警方想抓你，总有办法抓到你的。你年纪轻轻的，人又漂亮，还是不要接神偷前辈的班好一点。蒙宝笑了笑，我就是那样说说，不会真的做犯法的事。我师父他们也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，教导我们要遵纪守法，不能做杀人放火、作奸犯科的事。战一阳说道：你师父他们还是值得人尊敬的。几个老头子聚在一起准备好事儿，天天催婚，又不见他们给我娶个师娘回来。他们只要给我娶个师娘回来，我马上就嫁出去都行，自己一个人过潇潇洒洒的，反而要求我们小辈走进爱情的坟墓。提到催婚，战一阳就有话说了，他也向蒙宝抱怨家里的长辈时不时就要念叨他2句。不是，我听说战奶奶给你们挑好了妻子人选的，你还没有吗？你是排行第4的，马上也快30了吧？听说老5和老6都有人选了，你老4都没有，越过你去了？还是你只是捡回来的，不是战家亲生的？你奶奶厚此薄彼，不管你的人生大事。战一阳肯定的道：我是亲生的，绝对亲生的。我奶奶也给我挑了个人选，只是我跟她培养不出感情来。这样呀，她很差？不差，很好，很优秀，我并不讨厌她，跟她也能相处得下去。蒙定闪烁着美眸，那这样不就行了？有话题，不讨厌，她又优秀，跟你般配啊。战奶奶挑的肯定与你也是门当户对的。战一阳默了默后说道：我也想像我兄弟们那样去追妻，尝试了几个月，发觉我还是没有办法爱上她。
觉得只能做朋友，但是他不愿意与我做朋友，要么是做夫妻，要么一刀两断。我选择了后者，所以我现在老是被我奶奶说，兄弟当中就我是这样的，也怪不得奶奶老是拿我说事，老盯着我。萌宝哦了一声，说道：培养不出感情来，那就不要浪费人家姑娘的时间了。感情是勉强不得的，你也算厚道，不爱就直接说了，没有继续拖下去。不像有些人明明不爱，还要拖着，等自己找到适合的了，再回来跟人分手。若是找不到合适的，就一直拖的。受到伤害的是那个付出真心的人。战一阳说道：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不爱就是不爱，没办法勉强我自己，只能向杜小姐说个清楚明白。其实杜小姐是真的很好，她要不是遇到了狐狸，跟杜雨萌相处的时间长了，说不定会爱上杜雨萌的。可惜她的心被狐狸占据了，做的那个梦变成了现实。老天爷是早就给她警醒的了，奶奶给她安排的妻子人选，不会是她最后要娶的，与她纠缠不休的那个才是她的真爱。若是不爱，又岂会纠缠不休？四少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哦，那就是要明着说，不要拖着别人。萌宝没有问战一阳喜欢的人是谁，明面上两个人是今天才见面认识的，哪怕长辈们认识，他们俩也不熟呀，不好问太多。到了管城大酒店，战一阳带着萌宝进去，帮他办理了入住手续，包了萌宝在管城大酒店的所有开支。奶奶说的，这是他们战家的贵客，对待贵客当然要大方。拿到房卡后，战一阳将房卡递给萌宝，说道：需要我陪你上楼吗？萌宝嫣然一笑，不需要，谢谢四少送我过来。我原先住的酒店，我要去退了房，拿回我的东西。现在就去？要我送你过去吗？也不用，谢谢了。四少回去跟你奶奶说，已经将我送到了酒店，免得他老人家担心。他一再拒绝，战一阳便没有坚持，跟他说了声有事打电话，便走了。萌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他的视线内，他才抬脚往外走，先去他的临时落脚点，收拾简单的行李，搬到管城大酒店住上几天。师傅应该会在管城待2天的，师傅在这里，他敢提前离开，师傅能骂他个狗血淋头。战一阳给萌宝开的房是套房，带有大厅的那种，一个人住着，宽敞舒服。洗完澡后，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拿起手机发信息给自家老头子，问他睡了没有。银狐回复他：睡了。萌宝笑：师傅睡着了还能回信息？做梦梦到我徒弟发信息给我，我就回复他了。萌宝直接打语音电话过去，银狐接听了，萌宝就听到师傅旁边还有着其他人说话的声音，便说了句：老头子年纪大了，别再熬夜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得去悠悠山庄做客呢。我们再吃烧烤，喝点酒，不过不会喝多，不会醉的。听到老头子在吃烧烤，萌宝说道：老头子，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，等我走了，你们才吃烧烤，咋的，不想让我吃？怕我把你们的那一份也吃完了？这是临时安排的，我们在人家家里做客，主人家安排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也不知道谁安排的吃烧烤，他错过了。你平时吃烧烤吃的还少。银狐说着徒弟，你也少吃点，别长了满脸的痘痘，丑死你。知道了，我会控制的。出门在外，有时候宿在荒山野外的，抓鱼捞虾，捉几只野鸡野兔什么的，就只能烤着吃了。银狐喝了一口酒，叹道：凤营收藏的酒就是好喝，好酒呀。凤营，等我回去的时候，你送我几瓶好酒，我带回去，留着过年的时候喝。听到师傅在那边和商太太说话讨酒，萌宝忍不住说道：师傅，你还缺酒吗？什么好酒你没有？
不要看到酒就移不开脚了，让我师兄姐们知道你又讨酒回去，能骂到你看到他们绕路走。银狐立即挂断了蒙宝的语音通话。老头子每次都是这样，被我说了就挂我电话，一把年纪了还吃那么多的烧烤，喝那么多的酒，说 N 遍都不听。蒙宝吐槽着，忽略了他们每次回去看老头子的时候，都是给老头子带好酒好吃的。人老了像个小孩子似的，就喜欢吃吃喝喝，反正有玲姐师徒俩在，也不用担心几个老家伙的身体。隔天一早，战家就安排了好几辆豪车过来，接走了几位老前辈。只有钟伯身体不太好，他还留在商家。商太太昨晚打电话给陆太太，约好了陆太太今天见面。陪着钟伯用过早餐后，商太太打电话给海童，商太太约陆太太见面，是聊海玲和陆东明的事。海童虽说是当妹妹的，由于父母双亡，她是姐姐为数不多的娘家人，关系到姐姐未来的幸福，海童自然要跟着一起去。彤彤，你起来了吗？商太太问着。大姨，我在去你家的路上了，不过我还没有用早餐，大姨给我留份早餐，我到了就吃，不用留太多，就一碗白粥一点酸菜就行了。我现在挺好酸菜这一口的，怀孕后她是爱吃酸的居多。商太太笑道，你想吃什么都有，那么喜欢吃酸的，你的闺女梦泡汤了，都说酸儿辣女。海童说道，这个不准的，我姐怀着洋洋时，爱吃肉，酸辣都爱吃，很多人说的怀女孩的症状，我姐都有，还不是生的儿子。行，我让厨房现在给你准备点酸菜，我们都很久没有吃过酸菜了，就你表嫂怀孕之初爱吃，她生完孩子后，现在是碰都不想碰了，怀孕时爱吃的，生完娃后，胃口正常化就不一定爱吃了。是你一个人还是战印陪着你过来？我自己战印要回老宅，老前辈们都过去了，他们兄弟得回去陪着老前辈们。苏家主夫妻俩也是今天回来，等会儿就到悠悠山庄了。他们听说老前辈来了管城，凌晨就坐飞机赶回来了。苏腾还要等程庆放假再回管城，程庆让他先回来，他都不肯。两个人的关系是稳定的了。苏腾希望年前能领证，程庆觉得太赶，最后决定了年后领证，阳春3月10办婚礼。不得不说，苏少主追妻那真的是速战速决啊。程庆也是个爽快人，确定自己爱上苏腾后，两家父母都很满意。苏腾说要结婚，他就嫁了。真不愧是能挽救苏腾的人，爽快人。他们回来了，不在云城过年。我以为他们一家子都留在云城过年呢。海童笑，他们是听说几位老前辈都来了管城，马上就赶回来了。苏家干的事儿跟银狐他们关系很大，偶尔也会向银狐的徒弟们求助，私底下是有往来的。那几位老前辈很多人都以为不在人世的了，只知道他们的徒弟遍布各地，是各行各业的大佬，厉害得很。能见到几位老前辈的人屈指可数。忽然都来了管城，连战老太太都激动，赶紧跑来商家请人，更不要说苏家主了。商太太笑笑，也是，大姨先帮你盛碗粥，等你到了刚好可以吃，不用太烫嘴。大姨真体贴，谢谢大姨。海童甜甜的道谢，哄得商太太笑得见牙不见眼的。商小飞碰了碰身边的君然，小声说道，自从我妈找回外甥女后，她那温柔又灿烂的笑容是外甥女们的专属。妈不疼你吗？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妈最疼的孩子就是你了，还吃起彤彤的飞醋了。商太太结束通话后，听到女儿的话，好笑的嗔瞪了女儿一眼，便起身去帮海童盛粥了。你们俩还不出门，别让老人家们久等了。商太太催促着两个人出去，前往悠悠山庄。外甥女过来，
就把女儿赶出门。妈，你还说你不偏心。商小飞故意说道，人却背起了他的包，对军然说道，军然，咱们走，等我妈想起我这个女儿了，我们再回来。快走吧，你不在家，妈的耳边都能清静点。妈想耳边清静是不可能的了。小宝宝醒了就哭。商小飞说着又对军然说，小宝在月子里吃饱就睡，睡醒了就吃，很好带的样子。我还想着宝宝都这么好带的，以后咱们就多生几个，那样家里才会热闹点。谁知道一天天长大了，越来越会哭了。当然了，商小飞依旧是那个最疼爱侄儿的姑姑，家里都是大人，没有个孩子哭闹一下，太安静了。军然对此深有体会，他家里有好几个侄儿了呢，大哥有一儿一女，女儿是个安静的，爱笑不喜欢哭，每天都是被同胞哥哥的哭声吵醒，然后就在看着哥哥表演哭功。二哥也有2个儿子，满周岁了，已经会走路，也会说几句简单的话了。那真是调皮鬼啊，一个看走眼就能闯出祸来。家里天天被2个小祖宗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军飞目前是最小的，也最爱哭。四哥经常说自家儿子是个小哭猫。奇怪的是，小军飞特别喜欢老神医，只要老人家回来带着他，他就很听话的。吃饱了睡，不睡就睁着眼睛到处看。老神医会逗着他说话，爷孙俩咿呀咿呀的都不知道说什么。老神医总是吐槽徒弟夫妻俩没有耐心带娃，没有用心的陪伴孩子，宝宝才会哭闹，说小宝宝需要有人陪着玩的。我见过那么多小宝宝，还是我们家军言最听话。身为军言的亲叔叔，军然对小侄女的疼爱那是入骨的。不要说军然，整个风尘山庄的人都最疼爱军言。宁雨辰经常跟穆晴说要换一换，穆晴让他生2胎，也生个可爱的女儿。宁雨辰被2个儿子折腾得怕了，抵死不从，坚决不生2胎了，害怕2胎又生了带把的。军力帆宠妻，觉得儿子都有2个了，老婆不生2胎就不生吧，他也不想生那么多孩子，分走了老婆的注意力。本来事业心重的老婆，分给他的注意力就少的了。有了2个调皮儿子后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在雨辰心里的地位已经从第1名掉到第3名了，2个儿子占了2个名次。商小飞说道，希望咱们以后生的孩子也像你侄女那么乖巧可爱。咱们生女儿吧，我就很喜欢妍妍这样的女儿。不要说她喜欢了，但凡见过军言带过她的都会喜欢。那小丫头真的是越来越可爱，每天醒来她自己躺在床上玩，要么就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。6、7个月的宝宝安安静静的，一点也不闹人，不像叶瑶醒来就嚷嚷的一屋子的人都知道。居然握住她的手笑了笑，说道，我们家和战印家里差不多的，阳盛阴衰，生女儿的几率很小。我大哥有女儿了，我们这些兄弟娶妻生子，估计生的都是儿子，好像每一代就一个女儿。商小飞就没有打破的。居然想了想后说道，反正这几代人当中，就算有女儿都是只有1个，我们这一辈是1个都没有。奶奶跟战奶奶一样的，盼抱孙女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，愣是没有盼到孙女。如今有了妍妍，我奶奶开心死了。虽说我们家族生女儿的几率不大，相较于战家来说还是好一点，至少会有女儿出生，不像他们战家好几代没有女儿出生了，再往上数几代，就算生有女儿也养不活。往上数几代，战家的家境都不会差，但是他们家老祖宗生了女儿却是养不活。是风水问题，还是命中注定无女？可能是命中无女的吧，凑巧就是命中无女的凑成了一对儿，不就生不了女儿，命中无女的，就算你用科学干预如愿了，也会发生其他事情，失去女儿，还不如认了命，
好过拥有了又失去。商小飞说道，不过彤彤不会那样，人家大师都说了，彤彤和战印有一世的夫妻缘，也是儿女双全的命。君然笑，是，海彤会儿女双全的，我们全家人都盼着你表妹儿女双全，怕死战奶奶半夜飞过去偷走我们家妍妍。就是战印那么严肃的人，看着君言也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温柔，抱一抱亦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孩子不舒服，也怕孩子会摔。商小飞嘻嘻地笑，战奶奶还真会做那样的事情。她就是个老顽童，却又大家都敬重她，喜欢她。以前商家和战家不对付的时候，见着了战奶奶，她兄妹都会尊敬有加，客客气气的，连她母亲亦是如此。两个人边走边说，很快走到了商小飞的车子前。君然问他，你来开还是我来开？商小飞已经拉开了驾驶座的车门，听他这样问，便绕过车身去，说道，你开吧，我可以看看风景。好。君然坐上了驾驶座，等到商小飞系上了安全带，他才把车开动。两个人在外面遇到了过来的海童，双方停了车，相互打了声招呼。君然让海童先过，之后他边开着车边问，几位老前辈都去了战家大宅，海童这个战家大少奶奶却大清早的过来，听妈说是要去见陆太太。海玲姐和陆总好事尽了。商小飞答道，不是好事将近，是与凤家接班有关，钟爷爷还活着，他和几位老前辈就是最好的人证，从侧面证明我外婆是被凤家主害死的。知道真相后，凤氏家族的人肯定会反对凤月再当他们的家主。凤月当了几十年的家主，对族人也不太好，他过于霸道强势，很多族人都得不到照顾，对他早已心生不满。海玲姐去了江城，已经有未出五服的族人悄悄投靠了海玲姐，私底下将凤氏家族的很多事情传递给海玲姐，让海玲姐渐渐了解凤氏家族。凤晴当初来见我妈时也说过，如果我外婆真是被凤月害死的，她不会跟我们这一支争家主之位，会将家主之位还给我们这一支。凤月的家庭矛盾也多，现在她家里乱糟糟的，丈夫和养女搞在一起，她逼着丈夫自宫，养女也死了，3个儿子没有太多真本事，而且好色，各自的婚姻家庭也不太稳定。真相一公布，凤月很容易就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地步，到时候家主一位还真有可能是海玲姐坐上去。但凤家的规矩是家主不能嫁人，只能招个男人上门，以后生的孩子，儿子随夫姓，女儿必须随母姓，成为凤氏下一代的接班人。商小飞说到这里，君然就明白了丈母娘和海童要约见陆太太的原因了。陆东明可不是没用的二世祖，他是陆家的4少爷，陆氏集团的老板，就是他自己都身家100亿的。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，他愿意上门吗？就是他愿意。陆太太同意小儿子给凤家当上门女婿，孙女还不能姓陆。陆太太接纳了海玲，主要还是心疼自家儿子为了海玲可以连命都不要。现在海玲又在努力，加上她是江城凤家的后代，身份上也算是配得上陆东明的了。陆太太才真心对待海玲，把海玲看成了小儿媳妇。居然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我想陆家不会反对的，陆总和海玲姐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希望吧。海玲姐挺难的，我小姨早早不在了，海玲姐既当姐又当妈的，把彤彤拉扯大，好不容易和男朋友结婚了，却遭遇婚变，离婚带娃生活，哪怕有我们帮着，她也是很辛苦的。她其实真没有奢想过陆东明的，是陆东明对她死缠烂打，她对婚姻是真的失望过，不想再嫁的，就想着自己养大洋洋。陆东明付出了那么多，一点点感动她，融化她的心。对于一个受过情伤的人来说，
要他重新相信爱情及婚姻是很难的。在这一点，陆东明做得很好。他做得不够好，我海玲姐也不会敞开心扉，接受他的感情。彤彤还是比海玲姐幸福也幸运很多。现在彤彤这么幸福，我们就希望海玲姐也能重拾幸福，希望陆家所有人都能接受海玲姐的身份转变吧。陆东明年纪不小了，他和海玲若是分开，他估计就真的一辈子不娶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商太太便带着海彤出门，前往约好的地点与陆太太见面。陆太太夫妻俩都来了，他们先到的等了几分钟，商太太姨甥俩也到了。商太太看到商太太带着海彤过来，陆太太起身迎上前去，脸上堆起了笑容。陆太太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海彤叫了陆太太一声伯母。陆太太笑着，我们也是刚到，坐下了还没有喝杯水，你们就来了，并没有久等。她又亲切地拉着海彤的手，关心地问起海彤的近况，还看了看海彤的肚子，笑着，穿着外衣不太能看出你是个孕妇。显怀也不明显。海彤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随即放下了手，挽着陆太太的手臂，与大姨一起走向陆先生。陆先生站了起来，笑着打招呼。大家坐下后，陆太太帮大家都叫了点吃的喝的，然后就是猛夸商太太保养得好，越来越年轻漂亮了。商太太心情愉悦，说道：“我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，安享晚年，含饴弄孙，心情好，时不时去美个容，保养好自己的容颜，保持着好状态。不过年纪摆在那里，还是老了呀，想不服老都不行的。不老我都不认老呢，你比我还年轻。哪里老了啊？海彤，你说说，我和你大姨比起来，是不是像两代人？陆太太以前保养的也很好，后来陆东明出事，陆太太后悔，自责又担心儿子，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保养自己，人显得苍老了10几岁。现在就算陆东明和海玲感情稳定了，陆太太也无法让自己恢复以前的状态了。老了呀，她比商太太年长10几岁的。海彤笑着，都不老，只要心态还年轻，永远都是18岁。陆太太夸着，彤彤说的不错，咱们保持着年轻的心态，我们就年年18岁。说笑了一阵后，两位太太便切入了正题。是商太太先说的，她对陆太太说道：“今天约姐出来，是想跟姐聊聊东明和海玲的将来。”陆太太是知道海玲去江城的目的，但还没有证据证明现任凤家主害死姐姐上位的。就算海玲是上任家主的后代，如今管着凤氏一族的人是凤月，自己做了几10年的椅子，哪肯轻易让给别人？况且自己也有女儿，要培养接班人，肯定是先培养自己的女儿。海玲未必能接管凤氏家族。当然了，海玲在江城开公司，小儿子也投资了，砸了不少钱进去。海玲也很努力地发展公司，陆太太是支持的。海玲越来越优秀，跟他家小儿子就越是般配。以后两人结婚了，别人提起陆家4少夫妻俩，都会说夫妻俩是强强联手，门当户对，不会再说海玲高攀。我听东明说，他和海玲计划年后就领结婚证，等到海玲稍微闲一点了再办婚礼。我最近都在和他爸准备着给海玲的彩礼，也在挑日子了，彩礼也要等海玲有空了，回了管城才能挑个好日子送过来。海玲现在忙得连儿子都交给妹妹帮忙照顾，从去了江城到现在都没有回过管城，都是陆东明带着洋洋去江城看他的，自然不会太快办婚礼。海玲还想不办婚礼，说她是2婚的，婚礼办不办都无所谓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们不能委屈了海玲，不仅要办婚礼，还要给海玲一场盛大的婚礼。陆太太不想委屈海玲，也是不想委屈自家儿子，4个儿子
前面3个在结婚时都办了婚礼，大摆宴席，花了不少钱。轮到小儿子了，又是唯一一个未婚的孩子，哪怕陆东明同意不办婚礼，他当妈的也不能同意，陆家所有人都不会同意。当然，陆东明也不肯就领证了事，坚持要办婚礼。他要让所有人知道海玲很幸福，也让周家人知道，他们当初嫌弃海玲，放弃了海玲是他们周家无福，让周家人后悔去吧。姐啊，结婚的事先不说，海玲去江城的目的，姐是知道的吧？商太太说道，海玲若是接管了凤氏集团以及凤氏家族的担子，东明就要上门，他们俩以后生的女儿要姓凤。姐知道这些的吧？不知道姐是怎么想的。若是姐接受不了东明上门以及孙女不姓陆，我想。陆太太赶紧打断了商太太的话，她说道，阿莹呀，没得想，你不要想，他们俩不能分开。我家东明为了海玲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让他们俩分开，那就是要了东明的命呀。上门就上门，我反正有4个儿子，上门了1个，还有3个在我身边呢。况且东明上门了，又不是不认我做妈了，他依旧是我的儿子，不过是在凤家生活的时间长一点而已。孙女不姓陆，也依旧是我的孙女，身上流着我们陆家的血，不过是一个姓氏，我们没有那些保守思想的。孩子是海玲怀胎10月生的，随海玲姓怎么了？陆太太说到这里，问道，海玲要改姓吗？她若是接管了凤家的一切，她是要改回凤姓的。海童就不改了，她还是随父姓。陆太太嗯了一声，人家的家规是那样的，海玲也只能改姓。阿莹，我们全家都没有意见的，完全尊重凤家的家规。她可不想儿子又疯一回。现在东明都还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呢，要是反对他和海玲在一起，要求2个人分手，陆太太真不敢去想象小儿子会疯成什么样子。相较于儿子的疯，她宁愿接受儿子上门，接受孙女儿不姓陆。陆先生也是连连点头，说道，我们尊重2个孩子的选择，也尊重凤家的家规。阿莹不用担心我们会反对，儿子的公司及生意大部分是在管城的，海玲在管城也有产业，妹妹以及大姨都在管城，就算海玲真成了凤家家主，她也要经常回管城的，不会说儿子上了门，他们就见不到儿子了。所以老夫妻俩早就自我开导，想通也想开，只要东明和海玲能够幸福快乐，他们也有不少孙儿女了，有一个孙女不姓陆也没事，他们能接受。